大家好，说一个事情啊，前段时间呢，也就前几天啊，有一个朋友，广州的朋友啊，花了2000块钱人民币开户开了一个像汇丰银行的卡。之前呢，我也跟他说过啊，我说你不需要怎么找别人啊，找中介啊。但是有些人，我觉得他真的是有社交恐惧症啊，或怎么样子的啊，也可能是外来和尚好念经嘛，就别人说的话他愿意相信，我说的话可能他还不愿意相信。我一直强调，就可以自己免费去开户的嘛，你不用找别人的，你也不用花这个钱啊。曾经啊，也有些中介找我，就说能不能帮他推广一下啊？我不推这种业务啊，除非如果说公司银行开户，香港的这种离岸公司银行开账户啊，那确确实实可能提供材料比较多，然后或者说有些人对这种流程不太熟悉啊，那这个时候你找这种秘书公司或咨询公司啊去开户，我觉得花个几千块钱那也说得过去啊。你说办个个人卡，你去花个几千块钱，我觉得没有必要。我不能说那些人是骗你钱啊，只能说你花的这个钱完全不值，本身你就是可以不花这个钱的嘛，你可以把这钱省下来，你不需要找他们。不过呢，我再说一下啊，我也很好奇他到时候办卡的时候是这个2000块钱是什么样的服务呢？他告诉我这个事情的时候呢，其实是在他第二天要出发去香港的前一天晚上。我说这个钱交了没有？他说交了啊。我说交给个人账户呢还是公司账户啊？他说是公司账户啊。他怎么来的呢？这就是说这个他是在网上看这个香港开户的流程，众说纷纭啊。所以说他去百度搜索了，百度搜索出来之后呢，可能就找个前面这几个结果啊，都是打广告的结果。进去之后有个 APP 下载之后有专门联系的客服对接，就转钱、上传身份证明、预约这些银行啊。好了之后呢，他跟那个公司告诉他，你到了银行门口，早上啊打电话给他们，他们会安排人出来喊他之后呢某某先生某某小姐进去了之后开户啊。不过开户整个流程的话，据他所说啊还挺快的啊，没有问他过多的问题啊。那办卡是办卡成功了啊，怎么说呢？只能说这个钱呢花的不太值啊。我觉得你本身就是可以完完全全把这个钱省下来嘛，2000块钱人民币啊，我觉得不少钱了啊。后面呢因为前天晚上他也来不及了嘛，钱已交了啊，没法退回了。我跟他说，你再试试你自己去开户，到恒生办卡试试看啊。结果后面他刚好反正时间有多，他去恒生银行开户了，自己去办的啊，完全没有什么预约啊这的，自己办的啊。虽然说复杂了一些啊，但是也办成功了。不过呢，恒生办卡的时候呢，会问更多的一些问题啊。不过呢，还是能开卡成功了啊。不过中间的话也会推销一些保险基金之类的啊。我的建议就是说呢，你自己完全可以自己办啊，不要社交恐惧。我觉得有些人真的是社交恐惧，或是说特别怕被拒绝啊。你不用怕拒绝的啊，如果说拒绝的话，你就换一家银行开啊。其实我更偏爱有个众安银行啊，之前我的视频也说过众安银行哪些好处啊，就特别明显的一个好处就是它的银行卡，它的 ATM 卡啊，那银行卡在 ATM 机上取钱，在整个香港是可以免手续费的啊。这一点啊，在汇丰银行啊，哪怕这些印钞行都做不到啊，所以说只有中央银行。但是呢，我后来跟我朋友推荐这个中央银行呢，他还很纳闷啊，他说为什么你会选择这种虚拟银行啊，连柜台都没有啊？我说这种银行是有银行保障的，你这个存钱又不会存的非常非常多啊，你不用怕啊，它本身就有存款保险制度的嘛。关键是它的一些收费规则啊，可能说相对来说优化，因为什么呢？你要这种中央银行的话，肯定在商誉上没有汇丰这么强。如何去在这个市场上获得一些客户的话，你不得不减少一些收费啊，或者说免除一些费用。那最好的事实就是它这个卡啊，你可以在 ATM 机随便取款啊，任何 ATM 都可以取款啊。甚至我之前办了2张卡啊，一张是银通的啊，因为香港是有两大联盟，一个是汇丰集团的联盟，汇丰跟恒生是一个联盟的啊。那中银啊、招商啊，他们是银通一个联盟的，所以说他们2种 ATM 机啊，我办了分别2种卡，这样的话我可以在任何的 ATM 机也可以免费取款啊。好了，我今天想介绍一下啊，如果说你自己办卡啊，我推荐你自己办卡，你可以看我之前的一些教程啊。那如果说自己办卡，你自己心里有恐惧啊，今天我带来一个方法啊，你有券商可以帮你协助开卡啊，不收任何钱啊，不收任何钱，只需要你入金开户1万啊，入金开他们证券账户啊，他们说实话，无非就是他们想让你成为他的客户啊，所以说第一步把你协助你银行开户啊，他们有合作银行啊，这样的话等于说你又有别人接应你了啊，那么你也不用花这个中介费啊，只需要存1万块钱就行了，简单吧？那么
我现在介绍一下。好，简单的说一下啊，这个是他们给我的表格啊，赴港办卡资料啊，一个是工银亚洲，一个是招商永隆啊，这两家银行的话都还算不错啊，也不算说这种小银行啊。工银呢更加不就是工商银行啊，只是它的亚洲分行呢是在香港。那首先先说这个相同的地方吧，比如说身份证、港澳通行证大家都有吧，过关小票千万别丢啊，是一张非常小的纸啊，你保护好。然后地址证明的话，这个可咨询服务经理啊。基本上的话，告诉你信用卡账单这种啊，你带上啊，国内的地址证明可以用的啊。水电费账单也可以啊。一般来说的话，我建议用信用卡账单啊。第五啊，1万港币现金可以内地卡直接香港 ATM 取啊，没错啊，是可以取的，因为香港的话也遍地都是有银联的，中国的卡片码基本上都有银联的嘛。但是呢，有个小技巧啊，比如说我之前也做过一个视频，是讲这个银联卡，有些卡是可以在海外的 ATM 机上啊。甚至全球的 ATM 机上啊，银联卡可以免手续费取现的啊，你最好带那种卡片啊。那么也有办法的嘛，比如说你1万港币现金的话，你直接银行换好，也就10张纸嘛，因为港币是有签面额的啊。你带10张的钱包一夹啊，也不会很鼓啊，带很方便的。这边有个 PS 啊，备注，工银亚洲的话可能要求高一点啊，就是需额外提供20万资产证明啊。这个20万呢，肯定是你在国内的20万资产证明啊，那如果说你能提供的话最好啊，那最好的话能提供工商银行的啊，他们内部系统的20万资产证明啊。一般来说这种的话，我咨询服务经理吧，就有点类似于办签证类似一样啊。招商永隆的话就不需要提供这个的，比较简单啊。那招商永隆的话，我觉得如果说你要办的话，还是办招商永隆比较简单点。办好卡之后呢，他们有什么要求呢？他们只需要一个要求，就是你这个钱存进去之后啊，你在他们的证券账户里面开户，开户之后入金1万港币即可啊，相当于人民币9000多块钱人民币啊。这个要求不过分吧？我觉得在香港的话，人工的收入水平也很高啊，人家帮你这个预约，帮你干嘛的？说实话，这个我觉得应该还是不过分的这个要求。他们给我的原话是，用户啊答应入金1万以上啊，就他们免费协助办理香港银行卡啊，就这么简单啊。好，再简单介绍一下长江证券的话，说实话以前我也不知道的啊，我只是有一个很有名的人啊，就是28岁退休那个年轻人啊，是之前在字节跳动的老员工嘛，然后叫郭宇啊，他曾经是28岁退休，那个新闻是比较火爆全网的啊。他最近包括最近1年吧，基本上都在社交平台上啊发那个自己期权啊那些盈利的收入啊。曾经有一个月别人说他啊你怎么老是发赚钱的啊，他说这个月开始发亏钱的啊，也是反正上下金额吧，期权的话基本上都是在20万美金上下啊，他才发出来啊。所以说呢，他用的券商就是长桥证券啊，也就因此我才知道长桥证券啊，基本上这个信誉的话，我觉得应该还是可以的啊。而且呢，在香港啊开一个券商，说实话基本不难啊。而且我还了解了一下，富途牛牛其实他是腾讯的老员工出来办的这个券商啊。长桥证券呢，它的员工背景啊，基本上阿里系的啊。所以说呢，富途呢相当于腾讯系的员工啊，那个长桥呢是阿里系的员工啊。这边的话是一个功能活动对比啊，你可以看这个收费啊，基本上的话，它能把这个图展示出来，就告诉你，简单的说，就6个字啊，我们家更便宜啊，就这么简单啊。要不然的话，他就不会做这个对比的表格了，对不对？那这个表格的话，大家可以自己看一下啊。另外的话，额外提个醒啊，比如说你只要入金1万啊，这个就可以享受港股啊永久免佣；入金7.8万啊，可以享受啊港股美股永久免佣。为什么7.8万呢？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这个规律啊？其实说实话啊，说7.8万港币的话，相当于1万美金啊，相当于等于说你入金1万美金呢，等于说港股跟美股都可以免佣金。还有一个图啊，他也给我看了一下这个图啊，就有个人吧，他这边显示呢，累计一审港币啊，这个就佣金嘛，48000多啊。你看这市场行情还是 L2 的行情呢，L2 的行情会有更多展示啊，它有这个10个栏位，那么港股和美股都终身免佣，这个呢肯定入金超过7.8万港币了。好了，再看一张图啊，这张图的话也是他们对比啊，无非就是说我们家更好一点吧，那就简单的说吧，说白了就是一个阿里系，一个是腾讯系的啊，大家可以看一下啊，我就不展示这么多了啊。好，现在的话，今天的话11月30号啊，可能说是最后一天了，但是呢，这个活动啊，基本上我觉得应该是
会延期的啊，每次都是这11月、12月都是也是一样的啊，可以享受6重重磅福利啊。现在港股开户啊，基本上都有这种福利啊。比如说福利一嘛啊，你首次入资长桥2万港币啊，你可以入羊毛啊，说白了。那么400块钱的股票卡啊，新客福利这个5%年化收益率啊，认购资格啊。那么还有5刀的这个期权现金卡啊，港股终身免用就不用说了啊。这7.8万我介绍过了啊，现金打新限时免费啊。这个打新的话，看你自己吧，有些人喜欢打新啊，我觉得港股美股打新的话，不保证你一定赚钱啊。现在包括 A 股的话，打新也不一定赚钱啊。还有首次入资转仓1万美金啊，转仓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曾经你在别的地方开户啊，转仓过来啊。我觉得一般来说，我这个人自己不太喜欢转仓，比较麻烦啊。好，还有一点啊，比如说有些是内地存量投资者啊，什么意思呢？就曾经呢，你在某2家证券公司啊开过户了啊，那么你想在他们家再开户的话，你这个是开户指引啊。一般来说的话，有些人的话问题不大啊，只是说呢，如果说你是内地存量投资者的话，你懂的就懂，自然懂啊。你想开户的可以走这个流程啊。另外再说一点啊，如果说你想开这个户的话，我这边提供一个入群的方式啊。入群之后呢，里面有官方人员之后呢，如果说你入群比较早，甚至你还可以拿到一份周边啊。什么叫周边呢？就是这种毛绒玩具、文具盒啊这些的东西啊，铅笔啊这些东西啊，价值138人民币啊。反正就是入群方法啊，我现在介绍一下。我有个网站啊，就是 Mr.C1 啊.com 啊，你这边在常用网址里面都可以找到这些我之前介绍过的一些东西啊。那么你可以点这个长桥啊港股啊，好，到达这个页面之后，你这边就有个群啊，你可以截图再进入啊，进入的话你就可以里面联系官方人员啊。